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万年难遇的混沌圣体，一出生就给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。若不是你们这样小家族可以拥有的，下辈子别来人间了。喂，你们过来看看，这有个小孩。我最讨厌小孩了，赵蛮子，你赶紧把他吃掉。可我从不吃未成年人。可惜了，好好一副混沌圣体，居然被祸害成这样。混沌圣体，我还以为这小家伙是长生不灭体呢。瓜分的真干净，心脏被剜走了，右眼珠子也被扣走了，连骨头都少了2块。那真香！我就猜到是混沌圣体，这么小没了心脏还能活，长生不灭体可做不到啊！南无加特林菩萨，赛博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航母，4位可有办法救这小娃娃一命？哼，大师，人无心可活不了。他要不是圣体，我倒是能让他多活几年。我倒是可以帮他续命，可一旦停下，他就嗝屁了。太好了，尸体归我，用混沌圣体养出来的蛆能毒倒真龙。看来这是他的宿命了。赛博，小施主，老衲这就超度你，祝你成就无限果位。眼看老和尚要扣动扳机，一股邪恶的能量从大殿中涌。赶紧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，一旦他逃出来触发时光去灭大阵，我们也都得上西天。我想到一个，只是有点冒险。你赶紧说，再不说我们就完蛋了。这婴儿乃是混沌圣体，可以让他来吸收魔祖之心的能量，替我们分散压力。好主意，赵蛮子，你先替我顶一下。觉得你能杀死我？几位青年见状立刻抽身，抱来小伙放。很快，魔心的大部分能量调转方向涌入婴儿体内。现在将魔心压下去。当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魔心消失，魔心直接转移到他身上。那魔心岂不是挣脱了封印？但大阵却没有触发。剑魔，你刚才说的风险是这个，你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。我等被困此地3万年了，与其绝望的等下去，不如大胆搏一次。从今日起，老衲合众施主再不用耗费修为镇压这东西了，那真是可喜可贺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魔祖之心侵蚀这小娃娃，借尸还魂？不如再把这心脏挖出来，反正他已经脱离了封印，不会再触发杀阵。花贼言之有理。那还等什么？可就在剑魔的手尖探向婴儿的胸口的时候，小婴儿竟然活跃起来，伸出肉乎乎的小手，抱住了剑魔的一根手指。你这家伙喜欢吃人，你来。我不吃小孩，胖子你来。胖子看都不看，直接转手又丢给了那个邪魅青年花贼。我最讨厌小孩了，大师你来，饶这小娃一命吧。你们仔细瞧瞧，魔心想要侵染他的神魂，却被圣体的神韵拦住了。老衲会以金魂咒替他构建第2道屏障，等他长大一些，学会了我们的本事，就不用担心魔心反噬了。你们不说话，老衲就当你们同意了。这小娃娃姓竹，名灵。一转眼5年过去了，竹灵已经学会了诸多绝学，但是你们也都察觉到了吧？小竹灵的心跳越来越弱，应该快要停下。这些年魔心夺舍屡次失败，怕是想放弃这具身体了。魔心意识尚存，果然是个隐患。他若停止跳动，小竹灵怕是活不久。我会帮他续命的，续个几百年没问题。你是想把自己毕生的功力搭进去吗？不过是养了几年，你还真养出感情来了。昨日不知是谁将本源之气悄悄注入小竹灵体内，想要让他恢复正常心跳。我那是弄着玩的，老子有的是本源之气，随便玩玩怎么了？别吵了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魔心罢工的问题。 5位大神通者讨论了半天，都没想出一个好方法。大师傅，你们怎么不睡觉啊？老和尚等人没说话，只是瞪大眼睛看着竹林手里那团黑气。你手里的魔祖残念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他一直堵在我心口，我就把他逼出来了。大师傅，他一直粘着我，能不能帮我把他弄掉啊？哇，
大师傅，这佛家真言好厉害，我也想学。先睡觉。几年后，这是为师的最强剑诀——血剑，用敌人的血来祭炼自己的本命血剑。只要这把剑杀的敌人够多够强，威力就能无限提升。你不是一直想下山吗？等你凝聚出本命血剑了，师傅就答应让你下山。得到师傅的承诺，竹灵兴冲冲地跑回去修炼。还是你有办法？这些年小竹林总吵着要下山，他才多大啊？凝聚出本命血剑是最难的一关，想成功少说要10年。可才刚过了半天，竹灵就找了过来。剑师傅，我凝练出本命血剑。既然练成了，那展示出来给为师瞧瞧。好邪恶的一把剑！师傅，这就是我凝练出的本命血剑，现在可以下山了吧？我同意你下山，至于你其他师傅同不同意，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是一个不好意思吃白饭的。我跟你说。这个灭了秦家满门的就是下山父子竹林。他刚出生被剜心挖眼剔骨灭族，为了下山报仇，刻苦修炼武功。可当他达到师傅的要求后，我同意你下山，至于你其他师傅同不同意，我就不知道。见师傅你耍赖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下山。小竹林乖，回去修炼，早点把我们的本事都学走，你就能早点下山了。好的。就这样，竹林在5位师傅爱的教育下，5年内学会了所有手段，还在5年内修为提升至天玄境。不知当年的约定是否还作数？到了山下，道理讲不通的时候，就听他们讲佛法。师傅知道你很想向杀你全族的人复仇，但一切不要操之过急。胖子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自己的半生法宝交给了竹林。山下的女人都是老虎，小竹林，你看到女人一定要敬而远之。此话一出，其他人都惊呆了。谁能想到天下第一采花贼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？你花贼师傅说的对，心中无女人，拔剑自然神。下山去吧。就这样，竹林推开了寒山寺的大门下山。结果刚下山就被柳城赵家的大小姐带回了家，作为帮手来对付同为柳城豪门的秦家。竹林在赵家看了1个月的书，了解到了寒山国的各种情况。就在竹林要替赵家解决掉秦家这个麻烦时，师妹，我来了。这位是竹林竹公子，是我赵家的贵客。不知竹公子在哪高就？闲云野鹤罢了。原来是小瘪三啊！竹林想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却被赵天龙拉了出去。师妹，此人到底是何来历？我也不知，只是他流落此地，再来我赵家落脚。师妹糊涂啊！这人装腔作势，恐怕是来骗财骗色的。竹公子不是这样的人，倒是钱某多管闲事了。师妹家皆有这位竹公子坐镇，何必请我来？到此飞起来！乾隆不是真的要离开，还是想掌握主动权，借机要了师妹身子。可没想到赵莲溪并没有拦他。丫头，你这位师兄气度狭小，今后还是离他远点好。此人屡次向我暗示，想要我成为他的道侣，如今还想趁火打劫。由他去吧，我们还有竹公子帮忙，足够了。在赵天龙看来，竹灵能瞬间出现在自己身后，起码是天玄境强者，能在柳城横着走。赵莲溪这个山野丫头，居然如此不给我面子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帮秦家了。反正我只是缠她身子。你没这个机会了。原来是你，坏我好事的家伙，给我去死！什么？
看来有血剑和饕餮神功，敌人只会是我修炼的资料。杀完了千灵，竹林没有回去，径直往秦家走。晚上，爹，你怎么了？昨晚秦家被人血洗了，整座秦府上千人无一幸免。什么？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秦桧的实力可是比您还强一些呢，难道是？是竹林做的，留了纸条，说是谢谢我赵家多日来的款待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他在临走前会将秦家灭门，本就指望他帮忙撑个场子而已。不过还有一点比较诡异，秦家人的尸体都不见了。尸体不见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料想是竹公子不想让人看出他的来历吧。而竹林那边，马德，吃撑了。夜已深了，我家小丫头身子弱，可否在此借活过夜？这女人的修为居然有天机境中期。大哥哥，要不要吃饼啊？可香可脆了。谢谢。大哥哥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我要进山找点东西。不要进山呐，山里有吃人的妖魔。既然这里这么危险，你们为什么又要进山呢？也是要进山找东西呀。不过我家青姨可厉害了。云水仙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般美艳动人呀！这小子是谁？不知道，这火堆是他生的。既然不是手影，那拿来喂蛇刚好。既然不是手影，那拿来喂蛇刚好。原来竹林身怀魔祖之心，只是几缕气息就足以让一般妖魔胆颤。好宝贝儿，你今晚到底是咋了？这么没精神？算你小子运气好，我家宝贝儿今晚没食欲，就饶你一命。竹林没有说话，只是在心中默默地记了一笔。云水清，你把大家伙招来干嘛？难不成找到教主了？教主已被这山中幽冥兽所害，不过我找到了教主的女儿。不对呀，距离教主失踪100-200年，可这小丫头才7、8岁。当年我将她冰封了，直到有能力制服那孽畜，拿回天罗神功才解冻。只要将天罗神功传给这小丫头，我天罗教就能重现往日的荣光。姑且信你，不过小子别怪我。万儿，留着她还有用，我对付幽冥兽时需要她来保护小瑶。你若能保护好这丫头，将来我保证一定少不了你好处。行吧。算你小子识相，现在该聊聊这丫头的真假了。青叶师该你出马。没想到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帮你分辨分辨。确实是教主的血脉。青叶师，我刚才所说，你有何见解？我当然愿意，不过当务之急是睡觉，明天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呢。第二天，一行人往天断山深处。怪，此地妖魔汇聚，我们怎么一个都没遇见？那些妖魔必然是被我们的强悍气息给吓得不敢冒头了。你那蛇怎么回事？好歹是天玄境的妖物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水土不服吧。闻听此言，竹林差点笑出了声。就在这里等人吧，再深入怕是要和那孽畜对上了。2个时辰后，又有2男1女找了过来，正是天罗教的虎尊和水火2位。几人讨论了半天幽冥兽的打法，结果突然听见一声兽不好，有人先我们一步动手。等等，刚才你们身边是不是还有个年轻人？见过，刚刚他不是一直都在吗？此人好可怕，竟在我等面前悄无声息地溜走了。此人知晓我教中不少密事，断不可因其去留。天罗神功要紧，先去看看幽冥兽怎么了。然而令他们如临大敌的幽冥兽却只想报警。那摩加特林菩萨，小东西，你若再不肯臣服，我便将你吃了。算了，下一只会更快。迷途知返，很好。说完坐骑，竹林开始搜刮战利品。咦，天罗神功是那群人要找的东西，难怪他们这么在乎这门神功。原来天罗神功分为上下2部，上部是教主修炼的主经，能吸纳修炼副经的教众修为。走吧。幽冥兽的巢穴之外，云水清等人正严阵以待。诸位准备，这孽畜要出来了。可当幽冥兽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愣住。3阶圆满的妖魔居然被竹林骑在身下。你小子使用了什么邪法，竟然控制住了幽冥兽？他话音刚落，就忽然惨叫，在原地打起滚来，很快就从合体状态分开。原来灰蛇的异常是因为他在害怕那小子。阁下放我们离开如何？
否则鱼死网破对谁都不好。妹使云水清拜见教主。当竹林出来的那一刻，云水清就知道对方已经得到天罗神功，而且实力深不可测。拜见教主。竹林本打算把天罗教的高手都杀了练功，但想到自己刚刚得到的天罗神功，又有了新的想法。县城的属下不收白不收，未来调查仇家还是其他事都是需要人手的。你们愿意归顺，那就饶你们一命。想要我神服，也得先打赢我。教主，我不愿服了。其他人见状也连忙表示愿意归属，唯独蛇尊满天明非常不安。教主，你看我还有机会吗？你得多谢云仙子，若不是他昨晚制止你，你早就成了一堆白骨了。多谢云妹子，昨晚把我从鬼门关前拉回来。多谢教主宽宏大量，我这就回黑山总坛准备教主的登基大典。大典就免了，你等尽快将教众召回，随我一并去往血洼地。血洼地那里水很深啊，不过既然是教主的吩咐，那我等这就去拜。行了，你们各自行动去吧，我在龙城等你们。因灵兽一日千里，竹林很快就抵达了龙城。什么事情这么热闹？原来是龙城白家在布施馒头鸡的，并为白家小姐寻找驱毒的能力。告示上面写着重金求义，凡成功为小姐驱毒者，出黄金10000两外还，以1颗蒲果或等价之物为报酬。蒲果，不就是南哥师傅提起过的提升力量的宝药吗？竹林旋即跳上台接下了告示。我家小姐索要依世界丧礼，小兄弟需量力而行了。那我可就感兴趣了。小兄弟若惜一决，便把这生死状签了吧。生死状有意思。若不是为了这蒲果宝药，然而竹林刚走进大厅，呵呵，这白家还真是病急乱投医，什么人都往家里领。莫尔慎言，白家是龙城望族，不可妄议。这时又有2人来到这里。那大哥哥也是医师嘛，身上怎么一点药味也没有？好了，忘了师傅出门时和你说的，少言少行。既然大家都给白家小姐看过了，那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奇毒。旁边的小厮欲言又止，因为竹林还未给小姐看过病，但现场这些人却并不在乎。竹林也不想听这些屁话，直接让小厮带他去给白家小姐看病。不知阁下出身何方？散修而已。竹林不像个医师，又无比自信，这让家主白江有些拿不准。我既敢来，自然是有些把握的。在下提醒一句，小女所中之毒甚至厉害，稍有不慎，恐怕会无妨。只是事成之后，你白家真舍得将蒲果相送？我白家乃是龙城第一世家，张榜不公之事怎么可能赖账？如此，我就去给你女儿驱毒了。请便。可当竹林进门之后，却要将人家主人赶出去。你先出去吧。我出去，不是我不放心公子，而是万一小女情况恶化，我可以用修为稳住病情。你确定要跟着？竹林驱毒免不了要用胖师傅给他的天温鼎，此等至宝万人难免心动。要是白江执意跟着，救人这事也就罢了。大哥，这小子谁啊？这么狂？不清楚，只是其他医师束手无策，姑且让他一试。然而此时的竹林却馋得快流口水了。这是七彩天蝶的毒，真的假的？这可比蒲果宝贵多了。这七彩天蝶是天下最厉害的毒物之一，在上古时期就绝迹了。还真是七彩天蝶，不过还是重蛹状态。下次回寒山寺的时候，给胖师傅瞅瞅，他指定会高兴疯了。奇毒已经清楚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白江连忙跑进来查看了女儿的情况。我既往治病，却被主家逼着签下了生死状，只因白家大小姐身中奇毒，上门治病的大夫都毒死了10几个。然而我却更兴奋了，因为我身怀至宝天温鼎，不仅万毒不侵，还能收服世间毒物为我所。白江连忙跑进来查看了女儿的情况。竹公子，请到客房稍事休息，我这就去将蒲果取来，酬谢公子大恩。此时的大厅里，众多医师们还在讨论白家小姐所中何毒。小女所中之毒已被竹神医所解，劳烦诸位过去帮忙看一下。白家主，不知这位竹神医是何来路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他刚才也有到这里来过，你们应该都见过。不可能，刚才那小子年纪不大，白家主你可别被他给骗了。住口！
小女治好与否，以白某人的眼界，难道还看不出？白家主息怒，使在下教徒无方。妾身斗琴，这厢有礼。不知姑娘找我何事？妾身只是好奇，那白小姐所中究竟是何毒？其实她不是中毒，而是被一种毒虫寄生。妾身修炼1到500年，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毒虫。七彩天蝶，听说过吗？不曾听说。这虫子还活着吗？可否让妾身长长见识？我怕你被它毒死。它现在应该挺暴躁的，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闻听此言，窦琴就转身告辞了。可他刚走，白江就走了过来。不过是之前说好的，而这琥珀里面隐藏着重宝，可惜与我白家无缘，也一同送给竹公子。白家主走后，苦于没有炼丹的手艺，竹林把果交给窦琴，让他帮忙炼成丹药，自己则到城外研究起了那件琥珀。斩龙。结果这一剑还没斩下去，琥珀里面的金色小剑就主动燃起了喜悦。这居然是剑魄！不愧是传说中的剑魄，挥剑的威力增强了10倍还不止。竹林惊喜之余，又疑惑剑魄的来历，于是找上白家。琥珀里的东西我很满意，算我欠你们白家一个人情。竹公子太客气了，白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白家主，我想问一下，这琥珀从何而来？这一摞琥珀，竹公子如果感兴趣，老朽愿意陪你去逛逛。地族天骄刚复苏，就被自己的灵宝又打进了棺材，只因我把他放出来，他却想吃，所以我就夺了他的灵宝，把他吃了。没想到转身就遭到另一个地族天骄的偷袭。星河无量拳。能击溃一次，就能击溃第2次，岂能拦我？然而复原后的石像并没有阻拦竹林，任由他打开了古门。竹林好奇棺材里面有什么，于是走了过去。意识到不妙的竹林刚想离开，大门已经自动关上。白家老祖说的对，一摞古矿还是太危险了。原来白家老祖把竹林带到一摞古矿后，就说这里太危险，直接离开了。而竹林没探索多久，就碰见危险，应该已经到了祭司演算的大征之年了。因此，我便再不必长眠于此。你是金角族？哦，这大楚国竟然也有认得我来历的人。大楚国，看来你最少在这里沉睡2万多年了。南阳国的前身就是大楚国，距今已经2万多年了。我睡了多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将出世，需要些奴仆，而你将会是第一个，是不是感到非常荣幸？我不感兴趣。既然给你机会，你不珍惜，那便成为我恢复实力的口粮吧。明明只是个人族，肉身竟然这么强。无名金不换，从不杀无名之辈，你且报上名来。竹林，没想到刚苏醒就有一场硬仗。你可曾听闻我金角族大神通无敌金身？死吧！金不换调转方向，再次向竹林杀去。但接连几套攻势，连竹林的衣角都没摸到。你有种别躲，和我正面交锋。地族天骄刚复苏，就被自己的灵宝又打进了棺材，只因我把他放出来，他却想吃，所以我就夺了他的灵宝，把他吃了。没想到转身就遭到另一个地族天骄的偷袭。如你所愿，斩龙。
很强的一剑，还好你修为低我一境界，不然我已经死了。此为炫金破天矛，曾射杀过无数天骄圣女。今日便以此宝送你一程。问天。终于，你这灵宝很不错，现在是我的了。竹灵眉眼一横，用胖师傅教他的掠夺秘法，强行把金不换的半神灵宝炼化。不可能，你区区人族，被我神矛所透，怎么会没死？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，把我的宝贝还我。如你所愿。天解大法。可惜了，让他给跑了。睡得太久，身体都生锈了，连个血石都没抓到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木族乌图尔。小子告诉我，如今离九族之乱过去多少年了？九族之乱，那是上古时期的事，距今几亿年了。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上古了吗？那我木族血脉是否有流传下来的？不曾听说。好吧，看在你给我解惑的份上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一扇诡异阴森的大门突然出现在竹灵身后，木门之中探出无数水路，将其拖住。木门轰然关闭，似乎要将竹灵永久镇压在然后的世界。运气倒是不错，还有2个凑合的人族血石。不好，小姐你先走，老身殿后。然而双方根本不在一个层次，很快老妇的身上多了数道爪痕。画地为牢。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就在老妇要命丧于此的时候，请罚旨。让你嚣张，让你伤我于婆婆。怎么会？小丫头，我的替死之法如何？你这么漂亮，刚好让我解闷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本打算到遗落古矿没想到机缘没找到，反而换血重复，自己还被关进了玄冥木门。小丫头，你这么漂亮，刚好让我解闷。我上官海月，身为上官家的人，宁死也不会便宜了你这孽畜。没事，我可以趁热。不可能，他应该已经。被关进玄冥木门的竹灵没死，反而把门扒开走了出来。他浑身是血，从地狱中杀出来了。而乌托尔再无半点嚣张，木门是他的本领，如今被迫，导致他遭到了极大的反噬。此时的乌托尔再无刚才的半分丧，完全被恐惧支配。瞬间，乌托尔身上的生命本源被血剑吸干。果然，击杀强者才是修炼血剑的最佳方式。解决完强敌的竹灵刚想离开，在下上官海月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我无意救你们，你们也不必放在心上。我上官家的人有债必偿，这是我上官家的旋风令，执此令者是我上官家的座上宾。你若遇到麻烦，把这令牌亮出来，各大势力都会卖个面子。这枚旋风令我收下了，就当姑娘所欠的人情就得了。竹灵刚回到白府，就发现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在自己的房间里疗伤。来者正是天魔教的云水清。拜见教主。你怎么受伤了？其他人呢？那日离开天诞山之后，属下等分头行动，各自招揽旧部，呼唤教友。原来几人召集完人手之后，发现英军居然没有到场，本以为他是想叛教，但见面之后才发现英尊和六合教打了起来，不想连累其他人。天罗教的人虽然内部冲突不断，但面对外敌的时候却异常团结，所以他们直接和六合教的人干了起来。我们刚召集过人手，本以为对付六合宗易如反掌，结果一交手，直接被对方打崩了，不仅教众损失大半，金木二位也被人砍死了。你应该早点来找我的，这样教中的奶爸也就不会死了。
跟我来，我们拉个奶妈就杀回去。竹林领着云水清来到医师斗琴那里。竹公子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要的菩提金刚丹练好了。多谢窦医师。咦，云妹妹，好久不见呐！窦姐姐，别来无恙。原来两女是旧识，了解完前因后果后，窦琴也愿意出手相助。事态紧急，我们边赶路边疗伤修炼。两女也不废话，直接跳上了幽冥兽。就在几人要走之际，主教主等等，我白家院祝贵教一臂之力。我二弟已经快征集好人马，过会儿就能出发了。多谢白家。事态紧急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就这样，竹林等人向天一门赶去。竹林前脚刚成教主，天罗教后脚就被30万大军围了。好在竹林是圣体魔心的绝世天骄，我宣布，你们30万人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哪来的小子，敢骑在我们六合宗30万大军头上？宗主，杀了他！所有人不准妄动。出生的是一个躺在香床上的妖媚女子，正是玄天殿派来监督六合宗的使者。极品，简直是极品！看到这番反应，李天阁等人明白，这个无男不欢的使者看上天上的小白脸了。于是他们命令弟子不准攻击天上的竹林，可他们想抓回来，竹林却想让他们死了。梭罗弥天。这是白眉老和尚教竹林的佛门道术，可将一定区域划为结界。就这样，六合宗的弟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了。看着消失的30万大军，罗天教的人摸不着头脑，连忙问起和竹林一起来的妹使云水清。妹使，教主究竟有什么计划？怎么一个人把敌人关进去了？我也不清楚，如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恢复实力，准备接应。这位是我的朋友窦琴窦医师，让受伤的弟兄赶紧过来，他会帮忙疗伤的。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窦仙子，多谢窦仙子肯来救治我天罗教众。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本分，诸位客气。此时的梭罗弥天结界了六合宗上下经历。此人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神通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看样子和佛门有关，难道是来阻止杀孽的？小兄弟好俊的身体，快让姐姐长爱一生。竹林本身阳气就足，吃下金刚菩提丹后，肉身更加恐怖，让这放荡女子根本把持不住。来，快过来！竹林没有丝毫心动，手中凝聚出他浑身以摧枯拉朽的气势，真是眼见天机境大圆满妖媚女子被一剑斩伤，六合宗身上对着亮点，中了班头结局。关键时刻，李天阁飞到大军上空。大家不要怕，反正出不去，不如和他拼。我们有30万人，他只有一个，迟早把他耗死。李天阁一番话说的慷慨激昂，但下一秒脑袋就被竹林砍下来了。我本打算到一若古客，没想到机缘没找到，反而唤醒了同事，自己还被关进了玄冥木门。此时的天目门里，此番皆是因为我连累了诸位。您真不必这般说，大家本事就是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的。唉，让我们一直被围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。话音刚落，就有弟子禀告，有援军杀了进来。难道是教主来了？别来无恙乎？原来是莫先生，我还以为是教主来。莫先生，这200年来你去哪了？一声不吭就阴间蒸发了，老子还以为你死了。之前教主内斗的厉害，我去血洼地建立了个情报势力，乐得清闲啊。莫先生既已归隐，又何必来趟这趟浑水？而且此间战事全因我而起。原来前段时间，六合宗宗主李天阁忽然向飞燕提亲，被风飞燕拒绝后，居然干脆派兵来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李天阁不是产你生财，而是他背后的人在赌天罗神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李天阁背后是血洼地的2流势力玄天殿，他们觉得天罗神功在你手里，所以对你下手了。一边，六合宗营地，曾使，方才又有一支人马杀入包围圈，驰援天罗教。这只是小事，他们来齐了，反而让我们更容易一网打尽。倒是奴家现在寂寞得很，李宗主来陪陪我吧。在下不敢。你是怕我把你也榨干吗？莫怕，你是自己人，我只会汲取你小部分阳气，不打紧的。虽然眼前女子十分诱人，李天阁也不敢有点半想法。他本身就上了年纪，阳元不足，若是被女子吸走，想要恢复可不容易。尊使莫要拿我开玩笑，只要尊使出手，
我愿意把宗内所有年轻英俊的弟子献给您。算了，不逗你了，确实耽搁了挺久，也是时候结束了。向天罗教发动总攻吧。按住香后，六合宗的30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，但当他们进攻时，却遭到了天罗教的阵法阻拦。尊师，他们的阵法相当坚固，我们攻不下来。我们这也没人懂阵法，还是靠人命堆吧。反正我们人多。李天阁无奈，只好回去继续组织弟子攻击。又不是你的人，你当然不心疼。就在天罗教的玄武阵摇摇欲坠的时候，一道人影忽然出现在30万大军的上空。来者是竹林前脚刚成校主，天罗教后脚就被30万大军围了。好在竹林是圣体魔心的绝世天骄，我宣布，你们30万人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可李天阁瞬间被六合宗弟子却开动怒气，因为他们兵在敌没有退路，只能拼死一搏。不让我们出去，我们就杀了他。我们这么多人，他杀不完的，冲啊！然而面对浩浩荡荡杀来的修士大军，竹林只是冷漠的提剑而上。原本六合宗的弟子觉得30万人也是大，但真打起来，他们肉身太狠，连对无法攻击都无法伤到。老弟让他不听他。那些弟子四散而逃，有的趴在梭罗尼片的边界，用脑袋使劲撞击阶梯，但竹林似乎没有犯错，反而是越杀越多。1.1互相的功夫，30万人被屠戮。这30万修士的生命，就这样，这30万人的气息通过血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竹林身体里。许久，30万人的生命本源炼化完成，竹林本就恐怖的肉身变得更加可怕。肉身力量达到了师傅所说的波动之地，可以修炼星河无量拳第3层。随后，竹林打开了结界。天罗教的人这才发现，原本的30万大军成了30万副白骨，这让天罗教的人害怕，也彻底服了。参见教主。参见教主。参见教主。教主，这2位便是鬼使莫童莫先生和鹰尊风飞燕。属下今后一定竭力辅佐教主，壮大我天罗教。从即刻起，飞鹰门解散，所有门人回归天罗教。而竹林对二人并不是太在意，他更在意那六合宗。六合宗主力尽灭于此，那我们就将这一势力彻底抹除吧。遵命。此时竹林来到窦琴旁边，多谢窦医师出手救人，当我竹林欠你一个人情。但窦琴的态度却冷淡了很多，只是在竹林临走时说道：邪法虽然厉害，但往往都有弊端，竹公子还是不要修炼了。因为六合宗30万精锐被制止歼灭，所以很快被竹林等人攻破3万。然而竹林对六合宗琳琅满目的宝库并不在意，反而对六合宗的禁地风石峡饶有兴趣。这里的罡风好厉害，难怪陆河宗历代宗主没有能走到峡谷尽头。不过刚好够我淬炼肉身。竹林越往前走，罡风越强。忽地看见前方有一美妇。小家伙肉身不错，我是你六合宗的开宗祖师，现在宗门的情况如何了？此话一出，连一向冷漠的竹林都差点破功了。我能怎么说？难道说陆河宗刚刚被我灭了？竹林刚灭了六合宗，转头就碰见了六合宗的开山祖师。祖师把竹林当成六合宗的弟子，还问起了六合宗的近况，这让竹林尴尬不已。小家伙肉身不错，我是你六合宗的开宗祖师，现在宗门的情况如何了？竹林顿时尬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看来你不是我六合宗的人，这里是六合宗的禁地，你能进来莫不是？陆河宗确实为我所灭。没想到此话一出，漓江仙子并没有动手，反而露出了一张笑脸。算了，六合宗本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不过此地是我先发现的，你若是知趣，还请主动离开，不然……原来漓江仙子在几千年前发现了风石峡这奇异之地，于是建立了宗门做屏障，以防旁人发现。不然又如何？小子你自己找死，就怪不得我了。结果竹林只是一个转身就抓住了漓江仙子的脚踝，可惜拼肉身，我比你更强。这久经罡风锻炼的坚实地层被砸出一个大坑，而漓江仙子的脑袋也是嗡嗡的。去死！可就在这一拳快爆头的时候，漓江仙子的身上突然爆发出恐怖的火焰，将竹林逼退。没想到吧，本座最弱的就是肉身。这是什么火焰？
竟能灼伤我的肉身。火雨流星，极速火流星瞬间将这一整片区域都覆盖，封住了竹林所有的退路。天玄，血眼红芒一闪，漫天的火流星瞬间消失不见。原来这竹林的右眼天生重瞳，被挖去后又长出了一只更加恐怖的血眼。你这家伙是什么怪物？修为差我这么多，却能破我的大神通。镇狱，这镇狱一剑是竹林剑魔师傅传他的最强剑道，即使漓江仙子全力施展太阳真火护体，依旧被这血色剑气所伤。此人的剑道造诣竟也如此恐怖，看来只能使出这一招了。九阳耀世，此招一出，整个风石峡都被大火点燃，化为熔浆。饶是漓江仙子本人，身上的衣裙也被尽数焚毁。最惨的还是竹林，整个人都被烧成了焦炭。擒贼先擒王。竹林没有理会天上那9轮太阳，而是将目光瞄向了漓江仙子。你怎么还没死？九阳耀世已经是他的杀手锏，但竹林不仅没被烧成灰，还有能力反击。一瞬间，炫金破天矛洞穿了漓江仙子的身体，天上的9个太阳已随即消失，漓江仙子已经陨落。竹林立刻用血剑吸收其生命本源。竹林刚灭了六合宗，转头就碰见了六合宗的开山祖师。祖师把竹林当成六合宗的弟子，还问起了六合宗的近况，这让竹林尴尬不已。很快，那风雨美人就变成了一副白骨，在白骨之上悬浮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金色种子。咦，这居然是扶桑神树的种子！不等他仔细揣摩，这枚金色火种就钻进了他的体内，一股灼热感瞬间爆发，令竹林的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。当这种深如火焚的感觉退却之后，这太阳真火果然威力无穷，可惜不能轻易调动。太阳真火是金乌一族的招牌，而金乌族是中神域的上古大族，被他们发现可是个大麻烦。得到了太阳真火，又挖到了几块风灵石，竹林就离开了风石峡。回到天罗教，竹林立刻和大家商量起进军血洼地的事。依属下愚见，接下来不宜取教迁移，只派800精锐去血洼地即可。在莫先生看来，天罗教刚吞并了六合宗，正需要稳定发展一段时间。一旦发展成功，南阳国就是天罗教进军血洼地的大后方，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人力物力。莫先生言之有理，那就挑选800人随我南下吧。不过在出发前，我想我还有必要去见一个人。教主是想见韶帝吧？知我者莫先生也。韶帝虽是一介女子，却能把整个南阳国的权力牢牢握在手中，所以竹林想在出发之前敲打一下这位南阳之主，省得他在大后方捣乱。可当竹林来到皇宫的时候，阁下便是天罗教的新任教主吧？陛下知道你要来，已经在寝宫等候多时了。他居然知道我要来，不简单啊！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女帝居然有修为，还是玉衡大圆满，比竹林的修为都高。真没想到陛下一介女流居然有此等修为，这是为了麻痹上面，不值一提。倒是你们天罗教最近活跃得很啊！陛下不必担心，我马上离开南阳国，只是大部分弟子会留在南阳，希望陛下不要为难他们。不行，吞并陆合宗后，你们的势力太大了，必须上缴一半产业。我似乎不是在和你商量，这也没在说笑。两人已经不在龙庭，而是在一片广阔无垠的神秘空间。你竟然有如此手段！竹林没想到对面有构建独立空间的神通，在这个空间里做什么，外面都不会发现。那陛下想做什么？然而女帝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。你可知我南阳国每年要向大钱进贡多少？20亿灵石。所以朕从小就立誓要改变这一切，于是拼了命的修炼。可惜积蓄的实力还不够，你太能闹腾了，迟早会引起大钱王朝的关注。所以朕只能让你彻底闭嘴了。为了天罗教的发展，我跑到皇宫去威胁皇帝，没想到皇帝居然是女的，修为比我还高。他直接把我关进了小黑屋，还打算杀我灭口。所以朕只能让你彻底闭嘴了。指技瞬间击中竹林的胸口，但竹林却一点事都没有。
看来你比朕想象中的还要强。乘风破浪，这一剑在风之力的加持下，快如闪电，结果还是劈空了。这一剑还是挺不错的，好快的身法！少帝立刻脚底生风，闪到了一边。想和我比速度吗？竹林运起神行步追了上去，两人似乎较上了劲儿，没有再下狠手厮杀，而是比起了速度。但几个回合后，少帝就认输了。看我找到什么好东西！要是他顺走发簪的时候顺势一捅，我岂还有命在？少帝无法接受自己苦练500年的脚底生风的神通居然输了。你那是什么神通？竹林笑而不语。下山前，5位师傅叮嘱他不能将所学告知他人，不然会招来麻烦。但竹林的态度却把少帝惹怒了。封魔罩。竹林瞬间被一个由罡风所形成的罩子困住，因为所有空气都被抽走，这让竹林感到有些难受。闹够了没有？恐怖的力量震碎一切，罡风之罩瞬间溃散，连少帝都被轰飞出去。他为什么这么强？不行，朕是帝王，绝不屈服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不服吗？要杀便杀，何必废话？竹林轻松接下这一剑，但心里却无比头痛。少帝毕竟是南阳之君，杀了大前王朝不会无动于衷，可如果放了，又怕他真的打压天罗教。不如试试那一招。竹林突然想起在山上的时候，花贼师傅得意地说过，只要用偷香纸轻轻这么一点，就能让天底下所有女人点头同意。既然这女人不同意，我就用偷香纸点到她同意。只见竹林手腕翻转，一指头戳向韶帝的杨柳细腰，就这么一下，原本还在炸毛的韶帝瞬间瘫软在地。无耻！花师傅这一指果然厉害。但紧接着竹林就愣住了，这女人忽然抱住了他的腿，一双手不断往上攀。卧槽，你干嘛？竹林本打算一脚将他踹开，结果直接被韶帝堵住了嘴。紧接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蔓延至竹林全身。2个时辰后，结界破碎，两人回到韶帝的寝宫。竹林将韶帝放到床上，然后一溜烟地逃走了。没想到偷香只是一门这样的武功，花贼师傅害我呀！回到天罗教，竹林二话不说就带人去了雪洼地。为了天罗教的发展，我跑到皇宫去威胁皇帝，没想到皇帝居然是女的，修为比我还高。他直接把我关进了小黑屋，还打算杀我灭口。雪洼地属于3不管地区，这里的人可以奸淫掳掠，随意杀人，哪怕是个小摊贩，都是杀人如麻的狠人。老板，你这东西怎么卖的？300万两。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老子就是在抢劫，把身上的东西全都交出来。然而今天的雪洼地边境的无量城里，迎来了一位真正的狠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跑啊！有人要屠城！他不是人，是魔头啊！原来竹林从进城的那一刻起，无论男女老幼见面就杀，可杀的多了，城里的高手坐不住了。哎呦，这位大爷，您怎么这么大火气呢？杀人有什么好玩的？不如姐姐给你降火，保准你舒服。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降火。话音刚落，一股金色的火焰从竹林身上爆发。看到这一幕，原本还想出手镇压竹林的高手都吓尿了，恨不得多生出2双腿，让自己跑快些。但是梭罗弥天，一道坚固的结界瞬间将无量城和原有世界分隔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快放我出去！大家别慌，我们合力攻击，一定能破开它的。不行，大家的攻击太分散了，应该会聚在一个点上。然而无论他们再怎么攻击，结界还是纹丝未动。在这群人中有2个特殊的存在，没人敢朝他们所在的位置靠近，因为无量城大乱，于婆婆不想自己小姐被这些乌合之众推搡开油，所以谁敢靠近她就痛下杀手。婆婆，你能破开这结界吗？老奴再试试。于婆婆酝酿了许久，全力施展出自己的最强一招，但绚烂的剑光落在结界上，却没有掀起任何波澜。老身连结界都无法撼动，真动起手来，怕不是那魔头的一合之敌。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如此任性，也不会牵连婆婆你。
是老奴不愿走，院部的小姐，走吧，去会会这大魔头。但他们见到魔头的那一刻，却惊呆了。竹林，怎么是你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将死之人，没必要问那么多。瞬间，双方激战在一起，刀剑相交，火花四溅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此刻林峰大概知道了。哼！3年前，我与大哥喝酒，喝醉后，女子爬上我的床。四弟，你竟然干着有损皇家颜面之事，竟敢睡户部尚书的女儿，跟我回去见父皇。此时此刻，我才知道被大哥陷害。太子所言，你知错吗？父皇，真不是我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？朱峰，从今日起削去皇子身份3年，贬为庶民。3年期限已到，我也是时候该回去。你们没事吧？多谢公子相救，若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们爷孙就要命丧于此。没事，此地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，快点离开。既然你们身体没受伤，那就赶紧回家吧，野猪也一并带回去吧。我帮你们抬回家吧。于是，朱峰便与这对爷孙一同踏上归家之路。村子时常遭受土匪破坏，变得破烂不堪。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实在无法忍受，纷纷搬离，只留下那些行动不便的妇女和儿童老人。既然到家了，在下告辞。感谢公子一路护送，天色已晚，不如就在我家稍作停歇，明日启程，可好？朱大哥，早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快过来吃吧。小雪，张老汉呢？他一大早上就去卖野猪肉去了。突然外面一声马蹄叫声，大哥哥，我害怕。雪怪，大哥哥去查看一下，这些土匪光天化日之下就如此明目张胆的抢劫了。小的们，不要放过任何地方，都给我仔细点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大侠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你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小的一条生路。为什么要放过你？我有钱，放我一条生路，钱都是你的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命。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！说说山寨的情况。小的名叫狗善，人称寨老三，做了5年土匪。你妈的，搁这应聘的，少跟老子废话，说重点。大爷饶命！我们匪寇的巢穴就在距离在此处数米之外的一座山上。有武者吗？实力如何？为大爷的话，咱们山寨里头就大当家一个武者，江湖人称叫金黑子，是武士境界高手。不过区区武士还妄称高手，乡亲们，土匪都死了，大家不必担心，放心，交给我吧，我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大哥，老三出去抢劫，怎么还没回来？老二，你带人去探探，看看是不是被抓起来嘎了。过了一会，大当家的不好了。探得怎么样？3当家被抓了，而且10几个兄弟都在了。大当家的不好了，手上的叫人赶了。
是谁干的？哪个家伙这么大胆，敢在山门嘎人？不用找了，我看的。你想怎样？我是来杀你的。如果杀人就能增加修为，你能杀多少？1万、100，还是1个？我的意思是一直杀。竹林，怎么是你？上官海月无法接受曾经那个把他从坏人手中救出来的少年郎，如今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。婆婆，竹公子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这是中邪了吧？于婆婆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她活了3000年，一眼就看出竹灵精神正常，只是在修炼魔功。我们愿意立心魔大事，绝不透露这里发生的事。竹公子可否让我和小姐离开？心魔大事，任何修行者都不敢违背。再加上上官家底蕴深厚，竹灵便卖了个人情，大开结界，让两人离开了。可两人刚离开结界，上官海月就后悔了。我要救他。小姐，虽然此人曾经有恩于我们，但魔性太重，不易深交。他曾经救过我，所以我也想救他一次。以我的本事，也帮不到他呀。前些天我们在隔壁城遇见了紫竹师太，以他的本领，一定能让竹灵改邪归正。紫竹师太，如果是他的话，那确实可以。于是两人就去寻找紫竹师太的帮助了。然而这一切，竹灵并不知道，因为竹灵现在遭遇了强敌。年轻人，住手吧！血洼地虽然是无趣之地，但也容不得你这般屠城练功。你是什么人？老夫南天辉，人称巫道人，已在这血洼地无量城隐居3000年了。你若现在离开，老夫可以放你一马。你若愿意让我吃了练功，我便离开。想吃老夫，我这老骨头，你看得动吗？飞光直接轰击到竹灵身上，没有掀起半点波澜。可巫道人却没有半点惊讶，反而大笑起来。你已经中了老夫的巫毒，不消一时半刻就得上西天。你这毒有点意思。巫道人的毒和他从小跟胖师傅学的毒不一样，是一种专门攻击神魂的毒。然而他的神魂可是有和尚师傅布置的金魂咒保护。3、2、1，倒矣，倒矣！可竹灵却一点事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你怎么还没死？其实擅长使毒的不止你一个。见势不对，想要两脚抹油的巫道人顿时惨叫一声，栽倒在地。你年纪轻轻，毒功怎会如此深厚？没想到胖师傅教我的毒功这么厉害。如果杀人就能增加修为，你能杀多少？1万、100，还是1个？我的意思是一直杀。老夫算是栽在你手里了，不过你也别想好过。竹灵不知他还有什么后手，连忙斩出一剑，将其消手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躲得掉？休想！神魂为限，性命为忌，解我上古禁术求死咒。一道血咒无视时空，越过了金魂咒所构建的屏障，踏印在了竹灵的神魂上。竹灵惨叫一声，捂着脑袋半跪于地。快看，这魔头被打伤了！快，趁他病，叫他命！中啊！在附近观战的修士一呼百应，尽都朝着竹灵杀来。可一阵疯狂的攻击过后，竹灵人没事，反而是他们的兵器崩碎在地。可恶，这魔头的肉身太强了，根本破不开他的防御。结果竹灵反手一剑，就把他们都送归西了。然而竹灵开始更加疯狂的屠杀，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求死咒带来的痛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城里的活人已被屠戮一空。实力大涨，可这求死咒我该怎么解？如今也只好回寒山寺一趟，请几位师傅帮忙了。可竹灵走出去没多远，一个带发修行眉毛师太就拦在了竹灵面前。阿弥陀佛，贫尼道号紫竹，乃是天境安六长老。不感兴趣，我现在只想回家。施主莫要怕，贫尼慈悲为怀，是来帮你的。师太打算如何帮我？施主如今杀性重，全是因魔功所致。贫尼打算先废掉你的魔功，再用佛法慢慢熏陶。你要废了我？贫尼这么做只是为了救你。我好好的，不需要你瞎操心。施主若是再冥顽不灵，为了拯救天下苍生和施主你，贫尼只好来硬的了。既然师太慈悲为怀，不如先帮我化解一下现在的痛苦。紫竹师太闻言，睫毛微动，随后一抹神异的蓝光浮现在他的双目之上。
竟然是求死咒。师太既然知晓，可否先救我脱离苦海？阿弥陀佛，昔日因，今日果。施主，你就说能不能救吧。你虽中咒饱受折磨，但施咒的人已经死了呀。就在紫竹犹豫之时，竹林突然出现，梭罗迷剑，啰里吧嗦，也不管人家受不受得了。此人究竟是何来历？为何会我佛门的无上神通？梭罗迷戒困住一个人耗费的灵力并不多，足够竹林跑出去很远。可竹林一转身发现紫竹又出现在他身前。他是妖邪，却被紫竹师太紧追不舍，只因他屠戮满城生灵，只为修炼魔功，且身怀少林72绝技，最终引来佛门震怒，是要将其超度。梭罗迷戒分明还好好的，没有被破，怎么你？阿弥陀佛，被施主所困的我，只是莲台所化，没想到施主还会我佛门绝技，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师太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何必对我紧追不舍呢？你若把梭罗迷戒传授贫尼，就放你走。臭尼姑，原来你是打我神通的主意。孽障，你杀人练功，死上千次万次也不为过。贫尼今日就替天行道。阿弥陀佛，此孽障罪恶滔天，贫尼将他超度，也算功德无量。佛光普照，千手观音。紫竹师太的修为太高，竹林竟连移动都成了困难。转眼便提起了竹林的记忆，获得了梭罗迷戒的修炼法门。没想到被拍扁的竹林竟顷刻间恢复如初，身子如不住语编在了他的腰上。肉身不凡啊，竟能不死。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你这孽障本事倒是不小，今日不除了你，往后必是我南斗域的一大祸害。师太正施展绝学，但是面色突变，整个人踉跄了几步。你给我下了什么毒？此时的事太无暇他顾，此时不杀更待何时？万字真诀。紫竹悲掌打飞，但是只是往后翻滚，便又再次站起。看来今天是杀不死他了。竹林见状，赶忙转身离去，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，眼看不敌，有旨打击。这臭尼姑应该追不上了吧？回家，先回家。小子，你屠城练功，怎么现在蔫了？结，竟能在紫竹手下死里逃生。竹林抬头看向南国方位，只见一个诡异少年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。传闻你应该被大前王朝诛杀了才是。哦，你竟听过本座的名讳，那本座就让你走得痛快些。在下与前辈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何故杀我？拿你练功就能晋升开阳之境，我也知道你小子在拖延时间，可那又如何？你已是强弩之末，不必硬撑血兽狂潮。血兽朝着竹林冲去，只要他的血和不干枯，几乎拥有不死之身。老东西，你也很美味啊！血兽在竹林眼中只是可可的点心而已。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竟如此霸道，吞了老祖的血兽也不打紧，只要老祖练了你，就都还是我的。